如果一定要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做出选择，你会怎么选？是回到那个曾经让自己心动过的人身边，重新拥抱一段熟悉的感情，还是放下已经写满回忆的过去，勇敢走向一个未知却充满可能的未来？对于翟一莹来说，这个问题似乎从来都不是简单的2选1，因为在她的故事里，过去有张哲宽留下的青春与回忆，而未来又仿佛有刘宇航慢慢靠近。一个像是已经写完的故事，一个像是正在打开的下一页。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把镜头放回那些曾经让人心动的画面，会发现真正让观众纠结的，从来不是谁比谁更好，而是那句最现实的话。如果一个人曾经给过你最难忘的心动，那么当新的缘分出现时，你真的能够毫不犹豫地转身吗？这也是翟一莹身上最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的地方。他所呈现出来的情感，并不是简单的甜，也不是简单的虐，而是一种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情绪。明明已经知道应该往前走，却还是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想起曾经。明明知道过去已经成为过去，可当熟悉的人重新出现在眼前，心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停顿一下。这就是为什么张哲宽这个名字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依然拥有一种特别的意义。过去最容易让人怀念的，从来不是那个人本身，而是那个曾经和他一起经历过的自己。那时候的笑是真的，心动是真的，期待也是真的。哪怕最后故事没有走到想象中的结局，那段时间依然不会因为结局而失去价值。所以，如果把张哲宽代表的过去看成一段青春，那么他最大的意义，也许不是告诉翟一莹应该回头，而是告诉他，他曾经真正认真的爱过，也曾经拥有过一份让自己心动的感情。而这种记忆注定不会轻易消失，它可能会藏在一句话里，藏在一个熟悉的动作里，甚至只是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就会突然被唤醒。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在面对翟一莹和过去的故事时，会产生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大家当然希望她能够幸福，可是当过去重新出现的时候，又会忍不住问一句，如果是你，你真的舍得吗？但是爱情最残酷的地方也恰恰在这里，回忆可以让我们怀念，却不能替我们继续生活。过去可以证明曾经发生过什么，却不能决定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所以当刘宇航代表的另一种可能慢慢出现时，故事的情绪也开始发生变化。它不像过去那样熟悉，因为未知，所以会让人不安。但也正因为未知，所以拥有无限可能。如果说张哲宽代表的是已经被时间验证过的心动，那么刘宇航更像是一扇还没有完全打开的门。你不知道门后面是什么，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惊喜，也不知道这一次走进去会不会再次受伤。但人生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提前知道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因为确定未来会幸福才选择往前走，而是因为明白一直停留在过去，永远不会拥有新的可能，所以才愿意迈出第一步。这也是翟一莹这个故事最值得讨论的地方。他真正面对的，也许根本不是张哲宽和刘宇航之间的选择，他真正面对的是自己，是那个曾经被过去定义过的自己，也是那个准备重新开始的自己。如果一个人一直生活在回忆里，那么过去会越来越美好，因为时间会自动替我们过滤掉争吵、遗憾和不甘，只留下那些最甜的瞬间。我们会记得第一次心动，记得第一次牵手，记得某个人看向自己的眼神，却很容易忘记为什么当初两个人最终没有走到最后。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放不下的是那个人，其实放不下的只是那段已经无法复制的青春。这也是过去最迷人的地方，它不会再改变，它已经成为一个被时间定格的画面。你想什么时候回头，它都在那里。可未来不一样，未来没有答案，它甚至可能让你失望。但未来也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它还没有被写完。刘宇航所代表的正是这种没有被写完的可能。也许现在看来，两个人之间只是一些微妙的互动，一些让观众忍不住多看几眼的瞬间。但对于观众来说，真正让人上头的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结局，而是那种会不会有故事的感觉。有时候，娱乐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他不会立刻告诉你答案，他只给你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次靠近，然后把剩下的想象空间交给观众。于是大家开始猜，是不是心动了？是不是还在犹豫？是不是过去还没有真正放下？还是说这一次他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感情？这种模糊感反而比一个直接公布的答案更加抓人，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爱情经历投射进去。有人会站在过去这一边，他们相信真正的感情不会那么容易消失。如果曾经深爱过，那么再次遇见的时候，也许心里依然会有位置。但也有人会站在未来这一边，他们相信人不能一直停留在曾经。如果过去已经结束，那么最好的纪念方式并不是反复回头，而是带着那些美好的回忆继续往前走。其实这两种答案都没有错，因为爱情从来不是一道标准答案。有人适合旧人重逢，有人适合重新开始，有人用很长时间忘记一个人，也有人在遇见新的人之后才终于真正放下过去。所以如果把镜头重新放回翟一莹身上，我们会发现他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观众替他做决定，而是有一天他自己能够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舍不得，什么是喜欢，什么是习惯，什么又是真正值得继续走下去的爱情。这几个词看起来很接近，但其实完全不同。舍不得不一定代表还爱，怀念也不一定意味着应该回头，而新的心动也不代表必须马上开始。有时候最成熟的选择不是立刻选择某一个人，而是先听清楚自己的内心。因为只有这样，无论最后站在他身边的是过去的人还是未来的人，这段感情才真正有意义。而对于观众来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一直关注这种关系的原因。我们表面上是在看翟一莹的故事，其实我们是在看自己，那个曾经舍不得的人，那个错过的人，那个曾经以为会陪自己走到最后却最终离开的人，还有那个后来出现让自己重新相信爱情的人。这些情绪或许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所以当翟一莹站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时候，我们才会如此纠结。因为我们都知道，选择过去意味着重新拥抱熟悉，选择未来意味着接受未知。一个让你安心，一个让你期待，一个拥有回忆，一个拥有可能。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如果张哲宽代表的是那段最初的心动，你会不会愿意再给过去一次机会？如果刘宇航代表的是一个还没有被写完的未来，你又有没有勇气放下已经熟悉的故事，去迎接新的篇章？也许真正幸福的人，并不是永远不会回头的人，而是即使回头，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继续向前。过去可以珍藏，回忆可以保留，曾经爱过的人，也可以一直留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永远停在那里，因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证明过去有多么美好，而是让未来拥有变得更美好的机会。对于翟一莹而言，张哲宽可以是青春里无法替代的一页，刘宇航也可以成为未来故事里值得期待的一章。谁最终会成为答案，也许现在没有人能够确定，但或许这正是这个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我们不需要急着替他决定，因为真正的故事往往是在所有人都以为答案已经出现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必须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那么希望他选择的不是别人眼中的最正确答案，而是那个能够让他真正开心、真正安心、真正成为自己的选择。因为爱情从来不是比较题，不是谁更帅、谁更温柔、谁陪伴的时间更长，就一定能够得到最后的答案。真正决定一段感情能不能走下去的，是两个人是否在对的时间愿意朝同一个方向走。过去教会我们如何爱，而未来教会我们如何重新相信爱。所以也许张哲宽和刘宇航真正代表的并不是两个男人，而是人生中的两个方向，一个叫做曾经，一个叫做以后。而翟一莹现在所站的位置恰好就是两者之间，左边是那些已经发生过无法修改的回忆，右边是那些还没有发生却值得期待的可能。至于最后他会走向哪一边，我们不妨把答案交给时间。
因为有些故事，越是急着知道结局，就越容易错。